听我说，你点开这支影片不是巧合，因为只有当一个人开始觉醒，宇宙才会把某些真相放到他面前。而今天你将听到的，就是足以改变你后半生的8个真相。它们不是鸡汤，而是决定你未来5年会不会变好的关键时刻。如果你愿意听完，这绝对是你今年送给自己最有价值的礼物。特别是第6个，它真的能救你的命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来，深呼吸，我们开启第1个真相。这一生，你所有遇见，其实都是你自己。首先，这是最难理解，但也是最核心的一点。所谓的别人，其实都是你内心的一面镜子。我们来定义一下这个概念。心理学大师荣格说过，你对别人的所有看法，其实都是你对自己潜意识的投射。你看到的那个傲慢的人，其实是你潜意识里压抑的自卑在作祟。你讨厌那个斤斤计较的人，可能是因为你心里也有一个想要算计却不敢表达的自己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苏东坡和佛印的故事？苏东坡看佛印像堆牛粪，佛印看苏东坡像尊佛。为什么？因为佛印心中有佛，所以看谁都是佛；苏东坡心中有杂念，所以看谁都不顺眼。这虽然是个老故事，但放在今天依然精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你心情好的时候，路边的乞丐你都觉得可爱；当你充满怨气的时候，伴侣哪怕只是呼吸声音大了一点，你都觉得他在挑衅你。重点来了，那该怎么做呢？方法很简单，叫镜像练习。从今天起，当你想要指责别人的时候，先停3秒，问自己一句：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什么特质，让我这么生气？这个特质是不是我自己身上也有？或者是我特别害怕自己变成那样？一旦你把手指从指向别人变成指向自己，你就拿回了控制权。你就不会再试图去擦镜子里的污点，而是会直接擦干净你自己的脸。真相2：停止对他人的期待是自由的开始。接下来，我们聊聊痛苦的根源。如果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你对他人的期待本质上就是你给自己编写的剧本，但你却强迫别人按你的剧本演。这在心理学上叫控制型依恋。我们总觉得我对你好，你就应该对我好；我付出了，你就应该感动。但这其实是一种交易，不是爱。我给你讲个很扎心的生活场景，这就好比你手里拿个苹果，去一家卖香蕉的水果店，你歇斯底里的大喊：为什么你不卖给我苹果？我有钱呢，这不可笑吗？但我们在感情里，在职场上，天天都在做这样的事儿。我们要对方给不了的东西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把自己折磨得体无完肤。说到这儿，如果刚刚这个比喻戳中了你内心某个角落的委屈，或者让你想起了某段经历，请在屏幕上点个赞。这不仅仅是给我的反馈，更是你在告诉自己：我听懂了，我不打算再这样傻傻地为难自己了。好，收回情绪，我们继续。那具体怎么应用呢？我们要实行课题分离，这是阿德勒心理学的核心。你要分清楚，你做什么是你的事，别人怎么反应是别人的事，这中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。你要做那个零期待的人，不是让你冷漠，而是从今天起把你应该这3个字从你的字典里删掉。当你付出的时候，告诉自己，我做这件事是因为我乐意，而不是为了换取你的回馈。一旦你切断了期待的链条，你会发现你突然轻松了，任何人再也伤不到你。真相3：不要在外面寻找认可，因为外面没有裁判。不得不说，这一点可能是很多人的死穴。你是不是特别在意别人的评价？发个朋友圈要盯着看谁点赞，领导一个眼神能让你焦虑一整天。这就是外部计分卡思维，你把定义自己价值的权利交给了别人。但你要明白，在这个只有你一个人的世界里，外面没有裁判，只有你自己。我们来看个经典的人物，当年的梵高，活着的时候没人认可他，穷困潦倒。如果他把人生的价值建立在当时的大众认可上，那他就是个彻底的失败者。
但他专注于他眼中的星空和向日葵，他活在他自己的艺术世界里，最后他超越了时代。反过来看，现在那些为了流量哗众取宠的小丑，看似获得了很多关注，但夜深人静时，他们内心是极度空虚的。那么，如何建立内在的自信呢？你需要建立一个自我夸奖机制。听着，这不是自恋，是自我接纳。每天晚上睡前，不要去复盘今天做错了什么，而是要在日记本上写下3件今天你做的好的小事，哪怕只是今天我忍住没有喝奶茶，或者今天我准时起床了。把关注点从别人怎么看我，强行拉回到我怎么看我自己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你心里的那个杯子被自己倒满了，别人给不给水，你都无所谓了。真相4：孤独是常态，更是你增值的最佳期。说到这儿，很多朋友会说：“可是我真的很孤独啊！”这正是抓到了第4个真相的重点。孤独是这个世界的出场设置，更是强者的入场券。我们要区分2个概念：寂寞和孤独。寂寞是因为内心空虚，需要人来填补，而孤独是一个人圆满的状态。你看，历史上那些大成者，无论是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，还是王阳明在龙场悟道，或者是现在的顶级企业家闭关思考，他们的高光时刻，全都是在极度孤独中完成的。因为只有在没有信号、没有噪音、没有他人干扰的时候，你才能听见智慧的声音。所以，千万不要因为害怕孤独，就去进行无效社交。那些推杯换盏的酒局，那些言不由衷的聚会，除了消耗你的能量，没有任何意义。具体怎么做？我们要学会主动孤独。每周给自己设定一段飞行模式时间，比如周日的一个下午，关掉手机，把门关上。你可以看书，可以冥想，甚至可以发呆。刚开始你会焦虑，会觉得无聊，那是你的大脑在戒断多巴胺。坚持下去，你会爱上这种和自己独处的感觉。记住，猛兽总是独行，牛羊才成群结队。真相5：你眼里的嫉妒其实是人生的导航图。这一条非常有意思，我们往往羞于承认自己嫉妒别人。但如果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嫉妒是谁？嫉妒其实是你潜意识在告诉你，那也是我想要的生活。比如，你看到朋友圈里有人晒环球旅行，你心里酸酸的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也渴望自由，渴望看世界。你不会嫉妒马斯克造火箭，因为那离你太远，不在你的潜意识射程范围内。你只会嫉妒身边那个和你差不多，但突然比你过得好的人。所以，千万别浪费能量去恨那个让你嫉妒的人，那是自己在喝毒药，却渴望别人死。我们要把嫉妒转化为地图。下次当你感到嫉妒的时候，不要划走，停下来分析一下，我嫉妒他什么？是有钱，是身材好，还是口才好？把你嫉妒的点写下来，那就是你接下来5年要奋斗的目标。把凭什么他有变成我也要有，这就是把负能量转化为核动力的过程。真相6：一切痛苦都是因为你想控制不可控的东西。这个道理能救你的命。我们为什么痛苦？因为我们总想扮演上帝，我们想控制孩子的成绩，想控制伴侣的脾气，想控制明天的天气，想控制股票的涨跌。斯多葛学派有一个著名的2分法，把事情分为我能控制的和我不能控制的。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意味着你只能控制你的思想、你的行动、你的态度。除此之外的任何东西，包括你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其实都有一部分是不受控的。举个身边的例子，堵车了，你再怎么按喇叭催促，车子还是不会动，你只会把自己气出高血压。这时候堵车是不可控的，但你在车里听什么音乐、思考什么问题是可控的。那具体怎么应用呢？当焦虑来袭时，做一个控制力剥离练习。拿一张纸画2个圈，内圈写上我能决定的，外圈写上我决定不了的。比如你要去面试，内圈是准备简历、练习口语，
穿得体衣服，外圈是面试官的心情，竞争对手的实力，最终结果。做完这个动作，告诉自己只关注内圈，去它的外圈。这种思维习惯能帮你消除90%的精神内耗。真相七，你所给出的能量最终都会回到你身上。我们经常听因果，觉得那是迷信，不，那是物理学。牛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，力的作用是相互的。在能量的世界里也是一样。如果你在这个只有一个人的世界里，对着空谷喊“我恨你”，回声一定会打在你脸上说“我恨你”。如果你每天都在抱怨、指责、传播负能量，你其实是在给自己周围构筑一个垃圾场，最后臭死了自己。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人，嘴特别毒，看什么都刻薄。结果你会发现，他的生活往往也是一团糟，身体也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身体细胞每天都浸泡在毒素里。所以重点来了，我们要做能量的守门员。从今天开始，试着做一个实验，叫不抱怨的一周。在这7天里，无论发生什么倒霉事，都不许把抱怨的话说出口。如果你想说这天气真烂，马上改成看来今天要带伞了。如果你想说这人真笨，马上改成他可能需要一点帮助。当你开始在这个世界里释放善意和积极的能量，你会惊讶地发现运气开始变好了，贵人开始出现了。这不是玄学，这是吸引力法则。法则8：活在当下。因为过去和未来都不存在最后一个道理，也是终极道理。既然世界只有你一个人，那你究竟在哪里？你既不在过去，也不在未来，你永远只能在现在。所有的焦虑都是因为你活在未来，所有的悔恨都是因为你活在过去。但5年后的你会感激现在的自己，是因为现在的你抓住了每一个当下。很多朋友说，我要等有钱了再好好生活，我要等退休了再去旅行。别傻了，那是骗局。如果你现在没有能力享受一杯茶的香气，等你有钱了，你依然会焦虑别的。那具体怎么做？你需要练习正念呼吸。这听起来很老套，但极其有效。当你感觉脑子要炸的时候，停下来，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鼻尖，感受气流的进出。就在这一呼一吸之间，你就切断了过去和未来的干扰，你就回到了这个唯一的真实的当下。记住，你生命的所有质量都蕴含在每一个现在里。把你手头正在做的这件小事，无论是洗碗、写报告，还是走路，做到极致的专注，这就是修行。你看，说到底，这个世界真的很简单，简单到只剩下你和你的心。世界是你眼里的投射，你想它是什么样，它就是什么样。这8个真相，你读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震撼，但只有你在未来的日子里一点一点的练习，一点一点的落实，你就会惊讶地发现，你的人生从那一刻开始，默默地偏离轨道，朝着你从未想象过的方向前进。5年后，你会站在一个全新的高度，看着曾经那个迷茫、焦虑的自己，微笑着说一声：“谢谢你，当时没有放弃，谢谢你，终于醒悟了。”这条路只有你一个人走，但你并不孤单，因为你的内心足够丰盈。如果这期视频让你哪怕有一瞬间的触动，或者让你想通了某个纠结很久的问题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。这不仅是对我的支持，更是你在向宇宙宣告，我已经准备好改变了。关注智慧之声，我们下期见。